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探索兔子的奇妙世界，带你们揭开兔子们隐藏在柔软毛绒之下的秘密。兔子是一种小型哺乳动物，也被称为兔宝宝。它们属于兔科，这个家族中还包括野兔。兔科属于兔形目，这个目录中还包括属兔。兔形目中的一个种类是欧洲兔，它有很多品种，全世界有305种不同的家兔品种。另一个种类是缅尾兔，它包括了13种野生兔子，其中就有7种山野兔。欧洲兔被引入到了除南极洲以外的每个大陆，它们既是野生猎物，也被驯化为家畜和宠物。兔子对生态和文化有着广泛的影响，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它们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作为食物、衣物、伴侣，还能给艺术创作带来灵感。兔子曾经被认为是啮齿动物，但后来发现兔形目像兔子这样的动物与啮齿类动物的演化分开得更早，它们有一些啮齿类动物所没有的特征，比如额外的2颗门牙。兔子 vs 野兔。兔子这个词通常用来指除了野兔属以外的所有兔科动物。野兔属的动物被称为野兔或大耳野兔。野兔通常在出生时就比较成熟，毛茸茸，能动能跳，还有好的视力。而兔子在出生时是没有毛和看不见的，需要更多的关爱照顾。野兔过着相对独居的生活，在地面上有一个简单的巢穴，而大多数兔子则住在洞穴或土群里。野兔一般比兔子大，耳朵更长，后腿更大更长。欧洲兔的后代通常被培育成家畜和宠物，而没有人驯化野兔。被称为比利时野兔的品种实际上是经过有选择性的培育的类似野兔的家兔。兔子的驯化历史，人类早就成功的驯化了一些动物，其中之一就是兔子。从中世纪开始，欧洲兔就被广泛的驯养，甚至在古罗马时期就开始了。通过有选择性的繁殖，我们培育出了许多不同品种的兔子，其中很多从19世纪早期开始也被作为宠物饲养。还有一些品种的兔子是专门为科学研究而培育的。作为家畜，兔子被繁殖来获取肉和皮毛。最早的兔子品种对于肉的供应非常重要，所以它们比野生兔子要大。但是现代的家兔品种大小不一，从侏儒兔到巨型兔子都有。兔毛因其柔软而受到青睐，它们的毛色和花纹多种多样，长度也各不相同。比如安哥拉兔就是因为它长而丝滑的毛发而被培育出来的，人们通常会把它们的毛纺成纱线。还有其他家兔品种主要是为了商业皮毛贸易而培育的，比如短毛兔。兔子的耳朵，你知道吗？兔子的耳朵是它们非常重要的特征之一。兔子的耳朵不仅可以帮助它们听到远处的声音，还可以帮助它们避开捕食者。在兔科动物中，兔子的耳朵通常比它们的宽度要长，比如黑尾兔的长耳朵相对于它们的体型来说覆盖了更大的表面积，可以帮助它们从远处察觉到捕食者的存在。相比之下，缅尾兔的耳朵要小一些，也更短，所以它们必须让捕食者靠近一些才能发现并逃跑。演化使得兔子的耳朵变短，这样较大的表面积就不会在更温暖的地区让它们散热过快。相反，在生活在炎热气候中的兔子身上可以看到相反的情况，它们的耳朵更长，表面积更大，这有助于散热。此外，声音在干燥的空气中传播不如在较凉爽的空气中传播的好，因此较长的耳朵有助于在较暖的气温下更早地察觉到捕食者的存在。兔子的耳朵较短，而野兔的耳朵较长，这是它们的一个明显区别。兔子的耳朵是帮助它们调节体温和察觉捕食者的重要结构，这是因为外耳、中耳和内耳的肌肉相互协调起到了作用。这些耳朵的肌肉还在兔子逃离捕食者时帮助它们保持平衡和移动。兔子的肌肉结构，兔子有强壮的后腿，可以发挥最大的力量、机动性和加速度。它们可以分为3个主要部分：脚、大腿和小腿。兔子的后腿是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它们比前肢长很多，能够提供更大的力量。兔子在奔跑时是用脚趾踮起来的，这样可以获得最佳的步幅。后腿发出的力量既与融合胫骨和腓骨的结构解剖有关，也与肌肉特征有关。从细胞的角度来看，
骨骼的形成和去除与后肢肌肉直接相关，肌肉施加的压力产生力量，然后通过骨骼结构分散，产生较少力量。对骨骼压力较小的兔子更容易患骨质疏松症，因为骨骼会变得稀疏。兔子的肌肉纤维越多，抵抗疲劳的能力就越强。兔子的外耳朵，兔子的外耳朵叫做耳廓，也被称为耳朵的尖部分。你知道吗？兔子的耳朵占据了它们身体表面积的一大部分呢。有人认为耳朵有助于在30°C以上的温度下散热，所以生活在炎热气候中的兔子的耳朵更长。还有一种理论是，耳朵可以起到减震器的作用，帮助兔子在逃跑时保持视线稳定，但这通常只在野兔身上观察到。兔子的外耳道弯曲，通向耳膜或鼓膜的位置。兔子的中耳朵，兔子的中耳朵有一些特别的部分，它们被3块骨头填充，这些骨头被分开放在兔子头骨的后部，就像一个外耳目。这3块骨头分别叫做垂骨、真骨和凳骨，它们的作用是减少声音传到内耳的强度。简单来说，它们像是内耳的一道屏障，帮助调节声音的强度。兔子的内耳朵，兔子的内耳朵有些特别的部分，它们帮助我们听到声音并保持平衡。内耳里面有一种叫做内淋巴的液体，它接收声音的能量。在内耳的深处有2个部分，一个是耳蜗，它利用骨头传来的声波；另一个是前庭器官，它帮助兔子感知自己在移动中的位置。在耳蜗里面有一个叫做基底膜的部分，上面有一些感觉毛细胞，它们可以发送神经信号给大脑，帮助我们分辨不同的声音频率。在前庭器官里面，兔子有3个半规管，可以帮助它们感知旋转运动。兔子的体温调节，兔子的耳朵大而富有血管，占据了它们身体的很大一部分表面积。它们通过调节耳朵的血管收缩和扩张来控制体温。当体温过高或过低时，耳朵的血管会相应的调整血液流动量。在炎热的夏天，兔子会伸展耳朵增加表面积，更好的散热；而在寒冷的冬天，它们会折叠耳朵，减小与环境的接触面积，降低体温。睡眠，兔子看起来似乎是在黄昏活动的，但它们天生更喜欢在夜晚活动。在2011年，人们计算出圈养兔子每天平均睡眠时间为8.4小时。和其他猎物动物一样，兔子通常睡觉时睁着眼睛，这样突然的动作会让兔子醒来，以应对潜在的危险，所以它们可以随时保护自己哦。今天我们了解了兔子，谢谢观看，那么我们下期见哦。